偏执狂的日常生活，这些事情改不了。车上现在不是可以双区恒温吗？但我就看到那个数字不一样，我就会觉得有点，就不是很舒服。高铁票，你刚好坐到12排11号，你会怎样？你会怎样？咖喱酱它加太多就会不开心。我觉得是偏执的，你怎么突然不了解我？你什么时候了解我？我不知道。一山还有一山高，这种偏执超难懂。我上车摸方向盘前、发动前，我一定湿纸巾把手擦干净，然后喷个酒精消毒完之后，才会 touch 我的方向盘。准备开红灯要脱掉了，然后我就还是要先你知道，先擦干净，然后消毒完之后，然后他就开单了。你宁愿付钱也要让车子干净，这个是我觉得有点没办法。你刚听他讲那段的时候，会想要咬指甲吗？啊，我刚刚已经咬烂，焦虑是不是？辛苦你了，欢迎收看《女王大人》。我们邀请到4位来宾，对生活、对自己有某些行为非常的坚持。坚持。这些到底是生活中的小坚持，还是已经到了危及身心健康的偏执？我们现在集体治疗一下。好，首先欢迎今天的4位来宾。首先欢迎好久不见回娘家的学友。哇！来欢迎陈明珠。小厨娘，欢迎史丹利。欢迎资深心理师海苔熊。欢迎。海苔熊，哦，你这边聊天呢还习惯吗？这边？对啊，蛮不错的，这灯光美，气氛佳。哎呦，漂亮，就是要说我们来宾的质感好。是。哦，故事精彩。每个人的做什么样子？每个人几乎都是在这个，因为这个主题特别邀请的。对啊，精挑细选。有些是来宾啊，有些是病患，不一定。对。但陆巧一大比较不熟了。是我以前是护理师，然后后来跨入到这个料理的领域。哇！然后之前在2023有拿到这个世界的冠军，然后现在就是做一些世界冠军是什么？世界冠军西餐的现场烹调代表台湾出赛。那现在比较多就是在荧光幕还有自媒体都跟大家分享。然后你有一个自己的品牌，对不对？对，自己的品牌。哎，陈明珠也难得来啊。是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文哥好。哎呦，你好。听说要有个音乐剧的演出了。对，什么时候啊？我第一次昨天刚出道，成为音乐剧各位前辈的这个弟子。哦，哎呦，太好了。哎，史丹利也很久没来了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，不是病患，我们怎么会找你来？所以这边的我看起来像病入膏肓的感觉。因为每个人的人一生下来都会有很多的坚持。坚持可以说是个性面，但偏执已经到有点病态面了。是。待会儿啊，我们大家来公论一下。评你。好。哦，通过大家的力量，你会觉得说，哎呀，再这样我改一下好了。对不对？我觉得，对吧？有时候第三人的话你比较听得进去，有时候家人的话你听不进去。那是。好，我的那个坚持是，我在看剧不能错过任何的字幕。什么东西？什么叫不能错过任何字幕？什么意思？对啊，也是很重要。什么叫做不能错过任何字幕？因为如果是看那个中文的剧当然 OK， 可是有时候看日剧、韩剧、美剧好了，对啊，然后那个一定要用看的嘛，你不能用听的嘛。对，所以如果说有一个人在讲话，但是我东西掉了的话，我要剪嘛，但是我会先按暂停再剪。对，是这样，对。因为你怕我不想要错过，对，你怕有错过重要的句子。我怕我错过了之后，我后面可能就会衔接不上了，可能刚好错过这一幕很重要，一个关键的一句话。对，可能关键的一句话，对啊，所以就可能可是你剪东西也不过2-3秒的事情。但是你剪东西的话，你就错过那个字了，错过那一个台词。你不能说，比如说像这样子，就这样，对，会这样，对，会这样。这样子是不是就不会错过了呢？但掉的太小，会有可能捡不到。你要找的话，或是你可能要去需要找，需要拿。对，居就很困扰了。例如说，他要去橱柜拿个东西，我就会按暂停。那个真正凶手的线索就在那2句话。对，或者有一个镜头突然照到一滩血，对，一滩血，然后他就去捡东西没看到。哎呀，那我要跟他解释。那如果今天在电影院里面，你看到一半，然后很尿急，就真的快爆炸的时候，
你也不会去上厕所你会包尿布？不要。含尿。哦，这有一次我有经验，这个是我有经验，你知道吗？我从位置站起来，我好急，我从忍，我就忍到已经是这样转，然后夹也夹不住，我觉得这个还是得上，对不起，上个厕所，我就站起来，我这段路走多久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在走了，好讨厌，挡到人了啦，挡到人了。然后下楼梯，还在夹。你知道，因为那个电影你得看画面，没错他现在就是他的特写，他们两个的特写，那个场景就看一下，知道就跟。可是都挤很急台词清清楚楚。对啊你要知道，我下到最下面去以后，我得转弯过去。还转回来。哎，你这个撞到人会喷出来，真的。不会，不会，他其实剧后来跟我看剧都会像这样，就是例如说他东西掉了之后，他就会。哦，他要去东京了，然后证明他有看，或是说他要去橱柜拿东西，电视在那边说啊那个哦，他要去大阪了，对，这样才不会过镜头。他要讲给我听说他有在看，我就不用暂停了这样。认真对待生活的每一刻。怎么想这画面都好，认为这叫坚持还是偏执？请举牌。结果是心理是说是偏执，我们都认为是坚持。我举一半。等一下，你为什么是一半？因为我觉得这个他已经走在一个钢索上面了，他变成你认为危险吗？他一定得这么做，我觉得会造成一些不便。如果是我啦，我也觉得还 OK 啦，反正就是配合他，对我就没有差。还好。但承恩哥去看电影的就是偏执了。突然会妨碍到他人，我妨碍到他人。对啊，你走太慢会挡。这我要帮陈哥讲话，为什么我觉得是坚持？因为很多你自己拍过电影就知道，很多导演都把那些镜头就1秒而已，他的眼神原来是好人，突然闪过1秒，他是个。对啊，一个坏人，你错过那个，你就不知道导演的伏笔的，所以陈哥那样是对的。史丹利跟这个 JR 你们两个是超级在意体验，而且是亲身体验的人。那我会举偏执的原因，是因为刚好有一个症状最近很红，叫做 FOBO， 那是什么？就是错失恐惧症，很害怕你的人生会错失一些东西，就是你可能滑一个贴文，你要每一个都看到，然后你不能就很快滑过去。然后你有很多细节，你都一定要亲身一个字一个字看完，因为你怕你有漏掉什么，你就会跟不上别人，或是跟不上这个剧情。但有趣的地方在于说，人生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像影片这样倒带、重来跟暂停的。所以如果是影片，我觉得还好，可能你要想一下史丹利的人生当中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曾经错过。好害怕有什么东西不能重来？没有错，可能错过那个之前新垣结衣要给我电话号码，我没有拿到。这真的很严重哎，难怪。所以我这辈子一直在错过了。对。各位，你们说他是不是病患？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讲什么？他都认为他跟新垣结衣有联络了，我救不了你了。幻想、妄想。我的呢？就是要棉被是平整的这件事情，因为我不知道在场有没有人跟我一样，平整的。所谓平整是指说，因为我有触觉敏感，我非常不喜欢有异物在身上的感觉，所以像我的这个棉被套啊，我一定就是要纯棉，而且是没有什么，现在不是有些蕾丝边，耳边哦，对，我知道那意思。我不喜欢那种虚卡，而且我严重到就是，就算已经是那种平面纯棉的，我那个收口我一定就是睡觉的时候我一定要把它调到是脚的那边，就是我不会碰到拉链，对，收口，对，我就是非常不喜欢，就是有这种触觉上的不舒服。Me too。真的吗？机长。对，我是过了50才发现，真的不同的材质，我其实碰到不舒服因为它那个有些蕾丝并不是那么的舒服，对，触感不好。我们都没有睡过什么蕾丝的，对啊，我们都是棉的，一般的，会刺刺的啊。家境好才有蕾丝，你继续。没有，我们的蕾丝也没有很好，就是也是粗粗的那一种。然后像我触觉敏感到，像我手也不喜欢带东西，然后衣服后面有那种标签，我都要剪掉，我超不喜欢。我觉得说，我自己觉得这个还好，但是我偶尔会影响到我先生，因为我们就是睡在同一张床嘛。那有时候半夜起来去上厕所回来，可能因为半夜我睡姿可能不是很好，睡得很激烈，然后就是会睡得很激烈，滚来滚去啊，然后棉被会球龟弯啊这样子。哦，原来你也喜欢滚床。对，然后可能去上个厕所回来，发现我刚刚那个棉被收口。
待在脚的地方，怎么跑到头这边，然后睡那个棉被跟被套还会分开，然后我就那边抖，然后因为暗暗的你也看不到抓不到脚，有时候会气到开灯，然后把那个棉被再拉起来把它抖晕。你老公都醒了吧？开灯。他就说。你现在是在干嘛？我说弄棉被啊。他说你一定要 right now 嘛。我说对，就是 right now， 不然我睡不着。有因为这样吵过架吗？没有，就是因为他也很累，他等我抖，他说好，我可以睡了。不是有那个棉被脚可以绑那个绳子的吗？因为我就是固定喜欢用那个被套，然后你知道我的那个被套，我就是固定洗之后，它洗到那个绑的地方已经都断掉了。那再换一个好了。就是你知道，就是他念旧。对，就是越睡越久，就像衣服越穿越软，你会越舒服。这是坚持还是偏执？请举牌。偏执什么？哎，医生为什么都跟我不一样？我觉得他这多重症状，多重症状，对，严重。因为刚才还有一些就是什么念旧部分，也是我觉得应该有一些症状。也有症状。不然问问看医生。我觉得明珠，你这个要不要来考心理师？就是你讲对了，大家都以为是在抖被子嘛，其实你抖的根本不是被子，那是什么？就是这是一张床，然后是在夫妻生活上面的床嘛，然后你在抖这个被子是因为不平嘛。所以进入一个关系，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有蛮多不平的，然后这个不平，你是不是有看过我的什么访问？这个不平，你花了蛮长时间去把它抖平，然后这个抖平其实是你花了时间，而且这才前半哦，后半是你可以不要抖平啊，换张床啊，换装备啊，但我不要啊，因为我念旧啊。所以其实这是你因应生活的一个方式，我才没有举偏执嘛，所以你是用你的方法来去应对既已经呈现状这种样子的这种人生，然后去做一个调整。然后在有一个童话故事叫做豌豆公主，豌豆公主她不是睡那个床垫嘛，睡30个床垫，她可以放下面有一颗豌豆，说哇这好痛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她是真正的公主。他才感觉到那个敏感的一个小小的豌豆，所以其实你天天在照顾别人，但你心里是想当公主。Oh my god！是这样吗？天哪，这个太深了，对不起，你这个结论下的非常的惊悚，已经到有点惊吓了。对，公主有一种住在城堡里的，还有一个在晚上这边服务的。等一下，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？调通那边的。哎，不用把地区讲出来。我的真的是很普通哎，我吃东西呢不能够先淋酱汁，应该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吧？怎么样的东西？就是所有的有酱汁的东西跟饭跟所有的就是要分开，饭就是要白饭、卤肉饭、咖喱饭，所有都要分开。烫青菜就是要我自己去抓那个酱跟饭呈现的比例跟位置，因为你们应该有吃过，有一些是咖喱酱它加太多，饭变太咸的。就会不开心，就想说，那我现在到底是要加饭，还是要把它拨开，吃下面那个饭多一点，把它弄出来弄均匀？我上个礼拜才跟大家讨论皮蛋豆腐。你皮蛋豆腐喜欢把它压碎了，跟豆腐拌在一块以后，汤匙挖下去，什么都有，什么料都有。不行，对啊，我喜欢这种吃法，太乱了。你喜欢这样？对啊。来，还有一些人用吸管，不行不行，看起来像这人生太对，看起来像吞一样。哎，不要唱人污染，很美味，好不好你？现在知道他的感觉了吧？我懂，有没有？原来是这样。就这个意思啊。对啊，好，这属于坚持还是偏执？请举牌。医生，然后他一半，哇，他一半我，一半。两个一半，然后你偏执啊？我觉得对啊，我觉得是偏执，你怎么突然不了解我？不是我说了解你们曾经有一段是不是？他什么时候？什么东西啊？爆料了吗？你以为他会认同你？没有年就是新元明珠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还穿很有默契的衣对，服，都白色的。这是我第一个听到这样的人。有这么？这是我第一个听到，就是吗？你不想要让别人帮你决定这样子，就即使是卤肉饭都是的话，我真的就会影响到很多人，不会影响到自己的。卤肉饭我不会叫他帮我从上，我不会影响别人，我是回家自己再可你不吃啊？对啊，我不吃啊。对，因为这样我不会表现说我不吃，我会说好谢谢，那我带回家再吃。但你会憋现场吃什么呢？大家都在吃，你说大家聚餐吗？对啊，聚餐我就会勉强吃一下别的菜。
好，那已经淋好酱的饭，你就偏偏不弄哦？猪油还再叫一份新的。其实碳水化合物对身体没有很好，少吃点。偏离离题了。我觉得，他应该是这样。对啊，你看吧，我觉得他刚刚惹到你了。我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。当他讲出碳水化合物的时候，他的回答我受不了。他的人生不能没有碳水化合物。像有时候我们会去小吃店，你跟老板娘说那个面跟酱要分开，他会很忙，不可能，他会跟你就说你会老师，我是饭不是面的问题。有态度这么不好的？哎有哎，可以分开吗？不可能哦。不赢哎，不太懂，不赢毛豆这样子，会很凶哦，有些很忙跟他讲主要是饭，你主要等一下。他面可以，他面 OK 的，他只有饭不行。哎，为什么有选择性？我觉得你们这样帮助我了解自己了。我好像就是喜欢白色就是白色。对啦，有人就不喜欢和在一起吃。有我听过。可面反而会软掉哎。因为黄豆，我觉得碳水化合物真的不大好，所以面也碳水化合物，我改。我觉得我还要变这个，我改，是啦，他真的有才华。我也要变的。好了，我改。为什么是一半？我来帮明珠讲一下话。之前你有说过为什么叫明珠？因为家里面都把你捧在手心嘛，掌上明珠。掌上明珠。但是有些时候食物跟爱是连接在一起的。那如果别人可以给你想要爱，当然很好啊。可是有些时候你被大家关注、被大家捧在手心的时候，他们给你的爱不一定是你想要的爱，你想要的可能是你自己想要拥有的那种爱。所以别人给你的一碗饭，如果可以你自己决定，你加进去那个你想要口味的方式，比起他们恣意的乱加他们要的方式，他偏执，他有发错了，怎么突然这样高分贝？你有什么委屈吗？你有什么委屈吗？你才看到第3个就受不了了吗？哇，会有点严重，受不了。我没想我会让海苔你先冷静，把你刚刚那个情绪强烈的地方整理。比起别人恣意的帮你加你的，那他们想要的爱，他们想要关心来得好。所以其实你想要自己掌控你得到的爱。对，我喜欢自己掌握。我听完之后，我有感想哎，就是说，因为我老婆也是这样，因为从小都是，比如说爸爸会想帮她决定。所以他已经很厌倦你帮我做任何决定那种感觉，所以我觉得他某个程度是合理的。那我突然想到，像有一些我们在那个有些人分享说什么，他先生啊，在他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呢，帮他安排了一趟6天5夜的什么旅行，然后把行程都安排好。你是不是会开心？我不会，像我老婆他应该也很讨厌这种。我超开心，他都很开心。但是问题是我没有，别人帮你还好了。好，来，你为什么会不高兴？我不喜欢惊喜，不喜欢。他不可以决定我的行程，然后把我这6天5夜全部都弄好了，所以我以为你也是不喜欢。我有总结了，其实我事情真的很单纯，我只是我白饭不想要上面有东西。他只是饭而已。哦，只是这样子啦。想太多了，是不是？没有跟心理学有关系，可能是。其实你算齁到顶的吧？我是啊，对不对？我随和的吧？我绝对是。绝对是。你说绝对是，听起来就没有很齁到怪怪的。偏执狂互相伤害，接二激怒史丹利。我从小就不止手指甲，我脚趾甲会咬，但因为现在咬不到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去做美甲就好了。阿嬷嗑这个壳也是这样，你不能让人家剪嘛，是？对，我不会让他剪。我以前会咬，对不对？但是我遇到我老婆，我喜欢的人，他就说这样很丑，我就再也没咬过了。你为什么用我的故事来抬高你自己？其实你算齁到顶的吧？我是啊，对不对？随和的吧？我绝对是。绝对是啊。你说绝对是，听起来就没有很齁到，怪怪的。我觉得绝对是，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对象啊？我不知道啊，所以我盖那机票，我如果有人给我，我绝对会去的。真的吗？对啊。真的吗？可能会去柬埔寨。离题了。好，我来分享一下我的。一定要对称，在乎哪些地方对称？比如车上现在不是可以双区恒温吗？两边不是可以各自你调你的温度，我调温度，但我就看到那个数字不一样，我就会觉得有点就不是很舒服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就比如说同样现在调26度，然后我老婆很怕冷，她就调高到28度。
可是我就看到他28，我26，我就会硬着头皮，我很怕热，我也硬调到28配合他。我就想要看到那个数字一模一样。哇，那这个。然后而且那数字如果是27的话，我也想把它调到28，因为我比较喜欢偶数。哇，这个一定是我喜欢整数。对。然后1到10，你为什么要7啊？你不能5或10吗？7干嘛？就有的人喜欢整数，有的人喜欢偶数。然后在那个情况下，你开车你就觉得，好像就很舒服的感觉。我不知道怎么讲。然后车子还有一个有关的是，比如说，你知道台湾的路是这样写的吗？所以你开了半年之后，你的右侧的2个轮胎一定会磨得比较多。对。所以你半年保养的时候，左右一定要对调。你们知道吧？你知道这件事吗？轮胎要对调。你这样对调，你有对调这件事，你不能前后对调很难，但是可以左右对调。看你的胎，像我前后胎不一样，我只能左右对调。你这样子有做这动作，你的轮胎可以多跑好几万公里。对，没错。你可以省很多成本。没错。然后还有一个点，那相对，比如说车子开久了，因为驾驶座永远都有人，所以左边的压力都比较大，所以左边的悬吊会被压得比较扁。所以比如说我现在开车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妈要上车，上右边。那我就会来配重一下。我妈现在有点比我重，所以我妈坐在这里，我坐在这。那我后面呢，我就要配我女儿配我老婆。然后我女儿比较轻，就跟我妈一起配，这样两边的平衡度开起来那操控就会比较犀利。其实你说的故事非常的好，但是你的表情就属于这种。不是，等一下，不是。好，这属于坚持还是偏执？请举牌。这轮胎会省成本呢。我想先问一下，那如果你现在，例如说你在高铁票，你刚好坐到12排11号，你会怎样？你会怎样？有这个12号的换位置吗？你先讲，就是我觉得我能控制，我就会控制；但不能控制，我也不会受不了。像高铁这种就还好，那就 OK 了，那就 OK 了。我不至于到影响别人，我觉得没有偏执。就像我不会去调我老婆的温度，我一定调我自己的。他虽然没有影响到别人，但是他影响到内心的自己。你才是海苔熊吧？讲的好像。我觉得对，你说的没错，就是因为他在这种转换之间，他是自己要一直去找平衡的。对，不要忘记内心的自己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那种会不会也是一种内耗呢？对呀，在你调整自己的同时。有一种大脑的现象叫做疼痛补偿，就跟健身你很了解嘛，就是破坏之后你会自己生出一种脑内啡，而且我猜你应该不是现在才这样，你从很早可能国高中开始，你就在家里面扮演某一种疼痛补偿的角色。对，我就会去把家里的东西摆好，然后厕所清干净，会对称，然后你要去平衡家里面所有不论是经济啊、生活啊，然后撑起一些平衡。我觉得这个很有担当了，还不错。我这个也是很平常的小事啊，就是呢，我要跟人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。什么叫社交距离？就是因为我觉得是在 COVID 那时候造成的，然后主持人就是不能够生病嘛，生病的时候就是会很麻烦，所以我就很害怕自己生病，所以我就一定要坚持的。最安全的距离就是一个小手臂的距离，然后有的时候像人家对稿的时候，会突然跟我靠很近，然后我就会开始就是稍微往旁边退一格，然后可是他又想要靠近我，又再过来一格，再过来一格，我就会到最后我就会跟他说我昨天好像有点喉咙不舒服，我们比较安全一点，保持一点距离。比方说像我昨天不是演音乐剧嘛，然后我现在正在过敏期，又鼻窦炎，我就会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。表现不够敬业了，对，表现会不够完整了。和人保持社交距离，算坚持还是偏执？请举牌。哎呦，只有你一个人偏执哦。对，我们2个一半的声讲来这样。没有，我觉得他这个就是有好有坏啊。因为我也认识一个像他这么优秀的女生，然后至今还单身的，就是因为他只要对于靠近的人，他就是很有。防备或者是当然他是因为他的专业度，他不要让自己演音乐剧的时候被感染或感染到别人，就他不要吐口水就好。但很多相遇就是在一些很特殊的情况，你会让很多人，有些人可能听你讲完，比如你说
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有感冒，你可以远一点吗？他就可能就会觉得，你很难相处。可是如果有一天我没有当主持人，我就可以跟大家抱抱，没问题。我就是要跟他讲，因为我听的就是听起来是因为他不想要影响到工作，他怕生病。对。但如果他现在没有工作的话，你就不会这样。对啊，所以他只是。那这句话很像说，有的人说我就等工作结束之后我再健身，然后一等了6、7年。因为没有结束的时候，陈哥啊，不是没有结束的时候，太忙了。下一个就是史丹利，你顺着来好不好？顺着。好，我另外一个应该就是，我从来没有用指甲刀剪过手指甲。你说到现在吗？对，就是有我印象，有意识以来，有意识以来，但除非爸妈帮我剪，小时候那个不算。等我自己会剪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有用指甲刀，从来就用咬的，都用咬的。然后现在叫我用指甲刀剪，我可能也不会剪，我可能也不会用。可是你咬得很漂亮哎。对，大家都这样子，大家都这样说的。那你可以开一个美甲店，请问你在哪一家咬啊？可以介绍我去一下吗？这家咬的他只是咬得很干净，然后很漂亮，很干净啊，对，没有时间磨了，有时候会这样磨。它是圆的。对，有时候会这样磨，把它磨。史丹利美甲店，对，用牙齿这样磨平这样的。这家介绍我去。小时候也是咬指甲，我咬到高中。你咬到高中？对。咬到高中好吃吗？那不是好不好吃的问题，对，那不是好不好吃的问题。对。那你后来，马宇，你后来怎么戒掉的？因为有2次咬到很严重，因为我就是咬到那个流血。发炎，而且还长脓啊，所以我去开了个小刀，然后就少了1块肉，所以反正我就是咬到有点严重啊。后来我就真的下定决心说不能再这样，严重哎。你是因为家里没有零食的关系吗？我小时候咬指甲是因为焦虑吧，对，很焦虑，然后我没有地方可以发泄，所以我就是咬指甲。可能后来有转移到吃东西了，就是我有转移到另外。对，大家都会说焦虑，但是你们看起来我像焦虑的人。是啊，我焦虑什么？可以想一下。而且就是我就是看起来不知道在焦虑什么的。就我是看起来是焦虑，但是不知道在焦虑。但是你的头发也很焦虑了。我觉得史丹利哥应该是完美主义的人。我不是，完全不是，我真的完全不是。对，然后就是真的就是存在主义。我从小。就不止手指甲，我脚指甲也会咬，但因为现在咬不到了，你知道吗？这脚要怎么咬？哇，你筋那么软哦，这怎么咬？那你左边咬完一定要咬右边哦，这样筋就不会歪。我现在可能脚还在一平衡。我说史丹利怎么长得怪怪的，我让他连脚指甲都刻。对，但是我觉得这没有影响到我觉得没有影响到别人，但是就是可是跟居住没有，为什么？没有亲密的时候会有味道，对，没有还是有，就是因为有时候真的会不自觉，例如说在看电视这边咬，不知道干嘛咬，然后咬就会直接吐在地上，所以有时候居会踩到，所以你不知道会踩到，集中在一个地方。对，但是有时候真的是不自觉，对，是习惯，对，已经不自觉反射动作了。真的，如果说坐在车上也是，然后可能在想事情的时候就会咬，然后就会这样吐掉，然后可能就是在地上都是这样。主厨的超狂坚持让全场人都惊呆。披萨或是鸡肉好了，连盖都不盖哦，他就这样直接放到冰箱里，然后我就会很焦虑、很紧张。会交叉污染。对，然后伸手指分开基本嘛，刀具也都要，然后所以我就是就算比如说就算我去婆婆家，可能她没有分开，我就会。好夸张哦！可能在想事情的时候就会咬，然后就会这样吐掉，然后可能就是在地上都是这样，会这个样，所以这是唯一它会比较困扰。大概就跟嗑瓜子一样那种。嗑瓜子，对不对？所以是买一包瓜子就没事了。咸咸的。可是你去做美甲就好了。阿嬷嗑瓜子，嗑这个壳也是这样。你不能让人家剪嘛，是？对，我不会让他剪，我不能咬。然后有一次剧友说，那你咬我的看看，我不会咬他的手，对，我不会咬他。角度不对啦。对，角度不对，口感不对。对，但是他帮我剪，我也不敢，我也不要，对啊。你自己不会剪，也不让别人剪，咬到没牙齿为止。对啊，特别，对啊，应该是就是这样的。好，这个是坚持还是偏执？请举牌。哇，习惯吧，就这种习惯吧。我刚刚听前半段，我觉得是坚持，就是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，没什么问题。可是后面我听到居会踩到，我觉得如果是我会觉得，感觉不好哎，就是你影响到我了。其实我们都有咬过，可是比如说像我以前会咬，对不对？但是我遇到我老婆，我喜欢的人，他就说这样很丑，
我就再也没咬过了。哇！就出现一个人这样讲，有以为他人，比你个在意的，对，然后我就会这样。可是为什么用我的故事来抬高你自己？没有这个意思。但他已经到了年纪更长，已经不是学生时期有什么焦虑感，然后他就已经变成一个习惯，这有点病态。不过焦虑跟年纪没有关系啊。可都一直寻求这个方式。就他焦虑没有解决啊。我觉得这样你讲对了一个要点，其实就是坚持跟偏执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啦。就是如果是偏执的话，你就是固定用一种方式来因应，而且没有弹性。但是坚持的话，你可以用指甲刀，用各种方式嘛，会有各种弹性的调整。它真没有弹性。遇到了 A， 遇到了 B， 你可以有其他的方法。但是咬指甲我会举这个原因，是因为真的是在诊断里面的其中一个，是后来才被纳进去。它跟那个拔这个鬓角，还有跟抠头皮，这些都是混在一起的，让你自己感觉疼痛之后，你会立刻有一个愉悦的感觉，所以你的焦虑就会被转移，无聊也会被转移，所以你要的是这个转移。那如果你有别的方式转移，那就没有问题。可是如果只剩下一个方式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比较偏向这个。换巧英，好，你的第二个行为，我的心理状态呢就是厨房卫生，就是做菜，这当然都很好啊。对，因为这很好啊。对，所以我也觉得，就是因为我自己刚有跟大家分享，以前是护理师嘛，然后又常在做料理，然后又有2个小孩，所以我对厨房卫生非常在意。比如说，大家家里的砧板一定是像我一定有好几个，比如说切肉的一个，切蔬菜的、生食的、生熟食分开基本嘛，刀具也都要。然后，所以我就是就算我去婆婆家，可能她没有分开，我就会自己再自备一个砧板去，就是我一定要就是期待砧板去。带砧板去婆婆家的人好酷哎。对，就是我要确保这个食品是安全的，然后再来就是我在清洗蔬果方面，因为其实就我们都很在意这个农药残留的问题。没错，真的。对，真的是。所以像我在这个清洗蔬果的时候，我都会开这个流水，就一开始先冲一冲，然后再开那种很小的水，然后把那个蔬果放在水这样哒哒哒哒哒，让它流动。对，流动。可是我先生看不懂，虽然他是医生哦，可是他看不懂，他会去把我水关掉，说你这样浪费水。我说我在分解我的这个农药，你不要来干扰我。然后他就觉得我在浪费水这样子，所以就是立场上会有一点不同。然后还有一个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困扰，就是听起来是很小事，可是我们常常为这件事情吵架。比如说吃完东西的这个，有时候吃不完嘛，然后会有剩菜剩饭。像我呢，就是一定要收纳好，比如说放在这个盒子里面，玻璃盒，然后把它盖好一个一个，然后不同的菜要分好，然后放到冰箱，对不对？大家觉得是？但我先生会怎么做，你们知道吗？他会原封不动，比如说披萨或是鸡肉好了，连盖都不盖哦。他就这样直接放到冰箱里面。不行，对啊，不行。还有那种就直接连盘子都没有放，直接放冰箱。对，然后我打开，我就会看到肉为什么这样赤裸裸的裸露在外面。对，然后我就开始脑海有很多画面哦，他刚放的时候有没有隔到上面的层板啊？然后旁边是不是生食啊？然后我就会很焦虑、很紧张。会交叉污染。对，然后我先生就说啊，加热都可以吃啊，没关系啦，那不要紧。我就想说，奇怪，你不是医生吗？就是，然后他就会是哪一科的医生呢？牙科。啊，牙科那就对了，牙科哪在乎这个？就我非常非常多的坚持，然后我先生就会不理解，所以他就有时候我们在处理这件事情上就会遇到分歧。厨房卫生，觉得这个算是坚持还是偏执？请举牌。我完全赞同你。这个没有什么，第一次全员通过，对吧？陈哥，我再补充一个，虽然大家帮我举这个坚持，其实我还有偷偷一个没有讲到。我想说，哎，前面这段你们听完会是坚持，等完结果之后再讲别的。还有后面的，要反转，先举。我要再问大家，你们洗盘子会戴手套还是不戴手套？我不戴，不戴，对不对？因为像我就是我之前其实每天都下厨，然后就是都会有富贵手，就是你知道富贵手很痒，会有起小水泡。我即便是这样，然后我的身旁朋友他们都跟我说啊，你就去戴手套啊，我也就试试看。可是我戴上去之后，我就觉得。我摸不出那个，对，我摸不出它的干净，我就是要几乖，然后我就试着戴完之后，然后我就觉得不行，我就把手套丢啊，算了啦，我就是还是虽然富贵手很痒，我还是要一定感觉到就是那种几乖，我才放心。我虽然觉得这个有点自己心里觉得有点怪怪，所以我放到后面第二段摩擦的感觉。对，摩擦，大家有追求这样子吗？我也是，对不对？碗盘洗干净的感觉很舒服哎，而且很有成就感。我要感受那个油丝洗掉了。对，洗碗机，其实我对洗碗机
机一直有觉得有点距离，对，我也不喜欢用洗碗机。我不确定它是不是真的可以洗得这么干净。但洗碗机还是要冲干净啊，你也不能无脑的就丢进去。对，我也不信任洗碗机哎。可是如果都富贵手那段时间，可能要等它好啊。没有，我就是以暴制暴，就是继续下去。以暴制暴。一山还有一山高，这种偏执超难懂。我上车摸方向盘前、发动前，我用湿纸巾把手擦干净，然后喷个酒精消毒完之后，才会 touch 我的方向盘。比如说，就已经是要准备开红单要脱掉了，然后我就还是要先擦干净，然后消毒完之后，然后他就开单了。你宁愿付钱也要让车子干净，这个是我觉得有点没办法。你刚听他讲那段的时候，会想要咬指甲吗？啊，我刚刚已经咬烂，焦虑是喷血。如果都富贵手那段时间，可能要等它好啊。没有，我就是以暴制暴，就是继续下去。以暴制暴，就这样子给它下去，就继续下去，对。就是蛮耐受的，而且我睡觉都不行，然后这个洗碗你硬弄。对，所以我手皮练到怎么样厚度？就是有一次我不小心空烧一个锅子，然后我忘了，然后我就手直接这样子啪，就是高温下去，然后就起一个白白的水泡。通常不是水泡隔天会越肿越大吗？你知道我隔天没有吗？没有，我隔天不见了。不可能，真的不见了。铁砂掌啊，它就是消下去，它就只有起一个白白。那适合去卖糖炒栗子。你练武奇才哎。对啊，铁砂掌糖炒栗子。铁砂掌哎，就手。对，你可以糖炒栗子啊。这样子炒比较好夸张哦！对，所以就觉得是不是我自己心里默默觉得我是不是也有点需要有病？没有，我觉得受伤了就要等它好啦。我觉得受伤不要硬弄。是该注意的安全还是得注意啦。可是因为每天都要做那么多，可是没有那种不会伤到手又可以直接防水的 OK 泵啊，把那个富贵手地方弄起来，然后你还是可以裸手洗啊，就是贴上去之后，因为你大量接触水嘛，它还是会渗进去，然后你就是还是会脱，算了，就继续啾这样子。对，老公不能洗碗吗？他偶尔会帮忙啊，可是他帮忙就会变成就是你的肌肉就是赤裸裸的放冰箱这种。他帮忙洗碗，我也会很痛苦。打他呀，感觉这样你就要挑那个比较不会让手继续受伤的那个洗涤用品。对，就是也有试过很多，可是就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就是富贵手就一直都蛮严重的这样子。然后因为有一次，像我跟我的护理师朋友在聊天的时候，我就拿东西，就是我拿东西给你们，要跟你们分享，然后他们就看到说，哎呦。你的手怎么就是那么严重？然后我就说，我就是有点偏执嘛，就是一定要自己洗碗这样什么。他就说他们在一个选好物的网站上面有发现的东西，就是蔬果碗盘清洁2合1的这个洗碗巾，这样非常非常好用，而且是中性不伤手。可以洗蔬果，也可以洗碗盘。对，然后听起来就很厉害。重点是植物性的，就是中性，然后不伤手之外呢，它去污能力还非常的好。对，然后重点是它可以用在这个食用的蔬果上，只要一点点，它可以溶解脂溶性的农药，所以你在清洗这个农药部分，你也可以很不用烦恼，就不用像我滴那么久。对，听起来是个家事福音。有这种东西，所以我今天有带来现场跟大家分享哦。烤肉班里有啊，来欢迎。来，小姨介绍一下你带来的东西。就是这个呢，多功能2合1的蔬果碗盘清洁剂哦。它最厉害就是它可以清洗我们的食品，就是像今天带来的是葡萄，还有我们这个碗盘上的油渍，它是意大利橄榄油萃取的造诣，它在去除油污是非常轻松，而且呢，它是植物的配方。然后因为之前刚刚有跟大家分享，我有这个富贵手嘛，那其实呢，像这个里面它有添加保养品护手等级的甘油成分哦。对，像我每天就是都要去洗碗嘛，都要一直去接触这清洁剂，但是呢，对我来说，像我用完之后发现说，它不会伤手，然后你洗完之后也不会觉得皮肤涩涩的。然后像我很讨厌戴手套洗碗的人，你一定会喜欢它。你可以，我先倒一点给陈哥闻闻看，还有巴玉姐闻闻看。它有一点就是苹果加这个柠檬的味道，有点像这个苹果苏打的味道。真的苹果香，很香，对不对？这加点冰块和那碎冰就可以变手摇饮，真的蛮香的，很香真的。然后里面还有再加咖啡渣，还有日本专
专利的除臭剂，都是天然的东西。对，都是天然的。而且像有时候，像我是很喜欢用这个保鲜盒收纳的人嘛，有时候你保鲜盒放久，它那个盖子塑胶盖上会粘附一些，比如说你放咖喱，它就有一个味道在上面。对不对？然后你再放其他，比如你今天放蛋进去，蛋就有淡淡的咖喱味，然后你就会觉得吃起来不舒服。所以你用这个去洗的时候，它可以把这个味道分解掉，而且不会让你的食物串味。有这种事？有。那我们今天呢准备的是葡萄，我们来试试看它的清洁力哦。你只需要瓶口挤出来，这样一滴滴就好了，就这样小心的一滴滴，这样子就好了。真的，一滴滴耶！你就给它搅一搅。就这样，对，真的不用太多，它一点点就好了。那像我们就这样，没错，就这样，它只需要泡3到5分钟就好了。那洗碗的部分呢，也非常非常的简单，像这就是，我们平常吃完杯盘狼藉的样子，对不对？这时候该怎么办呢？我们把我们的这个2合1的蔬果碗盘清洁剂倒上来。对，然后它清洁力效果非常好哦，所以其实这一瓶真的可以用非常非常久。为什么我没有挤很多？它真的可以用很久，很省，一点点哦。对，一点点就可以。然后我们沾点水，然后可以把它就是有点起泡这样子。对，先让它起泡，它的去污能力会更好。这个辣椒油通常都很难洗。对啊，然后对，排骨而且你看我刚刚其实用的这个量其实是没有很多，很少啊。对啊，而且就算那个辣油有时候洗完，上面还会有辣油味。对，强迫症一定要洗屁股，有没有？好，然后我们这样用这个流动的水再把它冲干净之后，这时候我要追求的就是一定要就是鼓鸡，听得到。对，听得到。那你洗完了这个碗盘之后呢，是接下来你就可以来完成刚刚你的这个蔬果的部分。刚我们是泡了3到5分钟，那做法也非常简单，你只需要就是在表面轻轻的这样子把它拿起来搓揉一下。搓了之后，再用流水把它清干净，这样子就非常非常的放心，就可以了。对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而且它很万用，超级好用的。蛮干净的。我们可以对照看看，这是洗过跟没洗过的，有没有很明显？晶莹剔透啊，对，差很多吧？这只有泡3到5分钟而已哦。洗完好像樱桃哦。对，好像樱桃。对。我觉得用这个来洗那个绿花椰菜，我会觉得对，花椰菜超美。对，我可以问一下，这可以洗小朋友的吗？小朋友的用具、宠物都可以。那很方便，可以啊，很方便。非常感谢你的示范，推荐给大家。太好了。来，我们继续聊聊坚持和偏执的最后一位病患。最后一位，坚持上车规矩，接二让陈哥也崩溃。起码要换干净的衣服，我才会上车开我的车。我懂的感觉。对，但是比如说你很多球友，他们说可不可以载我走，可是他们全湿也都没有换衣服，然后我就会把车子的前座推到最后面。然后叫他们蹲在那个前面那块，就那个，然后手拉着那个，很像是在偷渡。不能做，我真的很高兴你的分享，让我觉得很焦虑。很棒。流汗的人不能上车我先讲一下，爱车爱死。我其实不是爱车，我喜欢东西用的新的，比如鞋子打完球之后刷新的除湿完，然后下次穿是新的，感觉很棒。我有一个自豪的东西，就是说，比如说很多人不是方向盘一直握一握，真皮方向盘越握它就会变得油亮的，因为它从来手上的油污都是一直粘上去，然后它那个皮就越摸越亮，会脏污。我超讨厌看到那个就是皮旧亮亮的感觉，有的人喜欢，但我们不喜欢，所以我是不管吃东西、打完球怎么样，我上车摸方向盘前、发动前，我一定会先湿纸巾把。就如果前面有洗手就算了，但没有洗手，我一定湿纸巾把手擦干净，然后喷个酒精消毒完之后，才会 touch 我的方向盘。哎呦，所以我现在有一台车12年了。它的方向盘的皮还是雾雾的，就跟当时买了新的方向盘一模一样。但我就很喜欢那种感觉，可是也有因为这样子发生很北七的事情，就比如说就已经是要准备开红单要脱掉了，然后就我上车，但我刚吃完嘛，我东西先摆着，我赶快上来开车，然后其实说要开单，然后我就还是要先你知道先擦干净，然后消毒完之后，然后他就开单了，我那 SOP 我就是不能省略。开车前，所以开车前也要去摸着手，那几乖，你才能上开车，对不对？白边，你为什么要这样看我？没有啊，我就会觉得你如果那时候没有这样擦手的话，你就不会被开单了，就是错过黄金的那个时间。好，还有另外一个，我对车子的爱惜就是说，比如说我自己打完球，我一定会以身作则，我一定是把湿的衣服脱掉，然后换干爽的衣服，不一定要洗澡，但起码要换干净的衣服，我才会
上车开我的车。我懂那感觉。对，但是比如说你很多球友，或那种很多球友都是我的国中、高中同学，国小一路打到现在，然后大家一起约去打球。对。可他们就明明知道我的习惯，然后还会结束。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去什么北投那种很深山的地方打，有个球馆打球，然后他们就说可不可以载我走？可是他们全湿也都没有换衣服。就他们明明知道我的习惯，我的点就是我自己都会干爽我才上车。你有跟他们讲？他们都知道，他们还是会拜托说可不可以，然后我就会把车子的前座推到最后面，然后叫他们蹲在那个前面那块，就那个，然后手拉着那个，很像是在偷渡。不能坐，不能坐，湿的，而且我有些人流的汗很臭哎，你不能这样准备一些防水布，没有，他如果要上车就铺着。可是如果我有毛巾，我就帮他铺，可是如果那天没有的话。我就会用这个方式，不然我就不载他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我们准备举牌。车上很香，会有一个愉悦感啊。对，请举牌。好辛苦，我觉得好辛苦。有2个举一半的，其他全部偏执。我整个故事听起来就是他只是想要让自己的车子比较干净，就这样而已。然后那为什么举一半？一半因为另外一半就是那个开单的事情。你宁愿让车子干净，也不要对，你宁愿付钱也要让车子干净，这个是我觉得有点没办法。你刚听他讲那段的时候，会想要咬指甲吗？啊，我刚刚已经咬烂，焦虑是喷血了，焦虑了，对。我真的很高兴你的分享让我觉得很焦虑，真的很棒。我觉得好辛苦。猪猪为什么兼职？因为根据刚才心理师所说的，他没有别的方法了。比方说，如果流汗的人上车的话，你就下车之后通风，再用酒精擦过，不就 OK 了吗？我有个同学真的超级臭，他超像收水桶的。以前我们班上3个人打完球回班上，我们2个人都是香的，然后只有他是像，就是他会被全班同学就说你怎么有一个味道。那他如果真的在车上，我有载过他一次，我不是没有载过。我也是有释出我的善意，我载他们走之后，我1个礼拜那个味道都消不掉。喜欢车、爱干净、喜欢那种感受的人，都不喜欢这些刚刚我所说到的。对啊，对，没有错。你看你去问我，下次我开我那个车，你就知道，我的休旅到现在还是跟新车一样。对啊，你也是啊。对，我喜欢的新车的感觉。你也是嘛，对不对？你懂。那你怎么说我偏执？但是你的替代方案不多，所以我觉得我替你感到。那如果下次请他那个闻起来像收水桶朋友去坐你的车，可以吗？对啊 ，OK， 坐。哇！我直接在化粪池里面把它丢掉。你这样叫有弹性？你的弹性也太怪了吧？你的弹性，我的弹性已经泯灭人性了。你的弹性没有人性。海苔熊总结。我觉得你可能生活可能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是外在太混乱了，所以你需要维持你可以看到的空间里面的安稳跟确定，尤其是关于气味这件事。我之前遇过有一个人，他也是跟 JR 一样，这个遇到有身上有那种古龙水香味的，就直接把对方放在大雨当中哦，自己开车走了，然后对方在那边淋雨哎，很夸张，他不行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。然后他开车下山的时候趴在方向盘上面哭，我说你在哭什么？他就说那个味道让他想起他那个爸爸死去的时候，他身上擦的那个味道，所以他是对那个气味是极度敏感的。所以每一个人对于那个味道的坚持，我觉得那个坚持一定有它的原因。哎，我觉得你讲得很好，因为你不会知道我在意这点是为什么。我国小2年级的时候，爸爸就走了。所以其他那些形象，也许是升值在我的。你觉得这样做会跟你爸靠得比较近 ？Maybe 我有这样的心理存在。看起来爱车，实际上是爱你爸。对，我会一直回想他以前把车子顾得很干净，然后他教我排档，然后他很在意他的车子的感觉。你在做着重复你爸爸以前喜欢的事情，好像是有这感觉。就你这样讲，你会提醒我不自觉。你看我们今天看，不论你是坚持或是偏执啊，爱是一切的答案。漂亮，爱是一切的答案。那些有一些坚持，有一些偏执，都可以因为爱而打破。你是爱自己还是爱别人？对吧？适时的变通，让自己能够在有坚持中保持弹性，在坚守中保有余裕，不仅让自己活得更轻松，也能让身边的人跟你一样感到自在。OK？ 阿收比阿收比，祝福现场的每一位朋友都可以找到最自在舒服的感受。好，女王大人，下次再见。See you， 拜拜。谢谢海苔熊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。